您好，我是韩国牙科医院院长金英在博士。今天呢，我将讲解最简单的下颌后牙重置体。这位患者因为多颗牙齿缺失和多颗龋齿来找我，上颌修复体已完全完成。这位患者在居教15时弄断了牙齿后前来就诊，他接受了炎症治疗，进行了放射治疗，随后出现了多颗龋齿，并导致牙齿断裂。我计划拔除断牙，并防止3颗重置体。我建议患者也考虑第2磨牙重置体，但由于成本限制，我决定只放置到第1磨牙。上颌重置体维护得很好，这里要注意的重点是，如果您将它放置在必定脊骨水平低约2毫米的位置，出现平台转换现象，导致骨骼像这样生长。即使在接受了放疗的患者手术后，以及安装了义齿后，重置体周围的骨骼依然保存良好，患者的骨量似乎足够。由于此患者将在拔牙后立即植入重置体，重置体预计会定位得很好。患者的骨骼状况不是很好，在放射治疗后，预期骨骼会变软，但钻孔以及重置体的防止应能顺利进行，不会有重大困难。 울려요? 놀라. 소리가 조금씩 있으니까. 일일만 들어간다. 전면 들립니다. 연결하고 발치알을 기준으로 가볍게 됐습니다. 이렇게 아홉 개 4.7 드리면 되고요. 5.1 이런 좋습니다. 철고정이 일어날 때까지 잘 됐습니다. 알겠어요? 어머니 알보십시오 위아래로. 분리들이 잘 됐습니다. 괜찮습니다. 플러그 제거했습니다. 본타입을 추천해서 세우기 바랍니다. 한 10N 되고 20N 정도 되거든요. 이게. 플러그 연결합니다. 5분 뒤로. 뒤로 약간 당기겠습니다. 됐습니다. 서브로 들어간 만큼 길을 맞춰서 섭니다. 하나 열어주고요. 넣겠습니다.
인터젠탈 파트가 수치하시면 더 편하죠. 좋습니다.因为有拔牙空隙，所以这是冲肢体位点准备非常简单的病例。骨质介于第2和第3之间，特别是下颌右侧第一磨牙的区域，大约介于第3和第4之间。虽然初始钻空是在牙根尖骨中开始的，钻空从龈区域移到软区域，冲肢体的位置略微偏远端。冲肢体置入的位置和方向很好，不会对腭理修复造成任何问题。如前所述，将冲肢体稍微放置在比肌骨水平更低的位置，有助于长期保护冲肢体周围的骨骼。这是一种预防冲肢体周围炎的好方法。该操作分别在 4.7 乘11毫米、5点2乘11毫米和 6.7 乘11毫米进行。在骨骼状况特别是骨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我建议放置一个宽的冲肢体。使用直径较小的冲肢体无法提供良好的初期稳定性，初始稳定性应按表面积计算，因此推荐使用宽冲肢体，因为即使在松软的骨骼中，它们也能提供足够的初始稳定性。在手术过程中，有下颌第一磨牙的冲肢体在扭动时滑动了，棘轮作用的垂直推力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初始稳定性应通过落顶旋转时被拉入来实现，但由于这名患者有第3骨，因此没有拉力，所以我手动连接旋钮，并用手部稳定型将其向后插入。旋钮若是用最大力量，可以达到约20牛顿米到30牛顿米，但较早时估计它是加了大约10牛顿米到15牛顿米的力。如果是加更多的力，螺纹之间的骨头可能会被驳斥，这可能导致即使是最小的初始稳定项也无法达到。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宽的冲肢体，并使用虹蹶传感器将其放置。考虑到骨质，我获得了约10牛顿米到15牛顿米的初始稳定性。接下来我需要考虑拔牙后遗留的牙周韧带。有一种东西叫做间充质感细胞，因此骨在生在初期是相当活跃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应该依赖骨骼的再生能力来实现骨结合，而不是依赖初始稳定性。这是一个典型的病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可以确认冲肢体的位置和方向良好。皮质骨在某种程度上的已保持，但由于它是中控骨，所以难以达到初始稳定性。然而在第1千万牙的情况下，周围有很多坚硬的骨头，在有下颌第2千万牙也有一些。如果您看第1磨牙，在松肢骨中很难实现初步稳定，因此当您继续用力旋转插入以达到期望的初始固定量时，可能会发生冲肢体下沉，而且还有许多牙龈因冲肢体螺纹之间的所有骨头都断裂而两黄，从而导致驳斥现象。因此我认为使用非常精确的虹蹶传感器来获得最小的初始固定力是正确的。另一点需要考虑的是，事实上即便是 6.7 毫米的冲肢体也不够大。骨质夹，我认为 6.7 毫米的冲肢体相对于这位患者的骨头尺寸来说是小的，因此似乎明智的做法是计划放置 7.0 毫米或 8.0 毫米冲肢体，它进入的程度略低于钻空。皮质骨铆顶在唇侧形成，由于骨骼类型不好，您需要等待超过3个月，等待4个月也没问题。预计第1和第2千万牙的修复体将在3个月内完成。我认为我应该至少等5到6个月再处理第1磨牙。